这身衣服新买的，啊，就是为了面试买的。我送你吧。不用，不是说好了今天你1天的时间都给小初吗？你平时那么忙，今天咱俩换一下。今天公司里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。这3年每一天我都在陪小初，就今天1天不在。好了，小初啊，听爸爸话啊。妈妈再见，拜拜。李贵，我看你穿这个裙子走路不太方便吧？要不换条裤子吧？面试还是穿正式点吧。谁说穿裤子就不正式了？我只有牛仔裤。又不是多高的职位，至于？我要迟到了。李贵，换条裤子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吧？我这裙子有问题吗？你确认要当着孩子面这样？你这个简历挺有意思啊，本科读的是美术史，研究生读的心理学，中间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还做过策展人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中间的跳跃性为什么这么大呢？本科呢，其实是从兴趣出发，那毕业之后做的其实也是相关的工作。那在有一次的这个公益画展上，接触到了自闭症的儿童，就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，就考了相关的专业。那你毕业后是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时间？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运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，我就在我们导师的推荐下去了出版社，做一些心理学书籍的编辑工作。我看到只工作了1年多，之后呢又空了3年。这期间你做了什么？生孩子。你这次来呢，应聘的是美术老师，虽然你的教育背景很好，但是不是没有相关经验啊？哦，这是我这3年考的一些资格证。我其实一直在想，怎么把之前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和工作中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场景里面。现在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通过绘画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。这个可以仔细说说，具体是什么？有点类似西方的艺术疗愈课程，但是我们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。这是我做的一个方案。来，爸爸，我肚子饿。好，妈妈给你做饭啊。这鸡蛋不能乱动啊，小钟。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让你乱碰？你为什么不听话？
怎么了？小初，烫着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来，不是你去哪儿了呀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的。下午面试嘛，关了静音，忘开了。哎呀，快！哎，给你买书了。哇！我也来。你是逛街去了吗？自己一个人吗？王一梅，我想了一下，你还是不要去上班。小初，你那个帮妈妈把这包东西打开好不好？回你自己房间拿着啊，提住了。嗯，好。我每一次只要一提上班，你就百般阻拦，100个理由不让我去。这次什么理由？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？今年公司业绩非常好，并且咱们家贷款提前还完了，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。我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，那为了什么？啊？为了离开这个家？我想找点事儿做。不是，在家也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啊！啊，你平时可以带小初出去玩一玩，这不好吗？小初马上就上幼儿园了，我在家干嘛？那你再生一个儿子，怎么样？你看，咱们有一个女儿，再生一个儿子，凑个好字儿。我没这个精力，我也没想过。你有精力工作，你没精力生儿子。方贤文，你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，是吧？小初，拆到哪儿了？妈妈帮你一起拆好不好？来，小初，妈跟你说啊，金属的东西一定不能放微波炉，记住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会爆炸呀，会，砰！不是，他又不做饭，你跟他说这些干嘛呀？生活常识呀。妈妈，牛奶洒了。没关系啊，妈上次教你怎么洗来着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来。你就让他自己洗啊。他洗不干净，我再洗。他才几岁啊？自理能力就是要从小培养。昨晚你没在卧室睡？看书看完了，就在书房睡的。随便你吧。
小初呢？哎，啊？你今晚还要住书房？哦，上次面试一直没有结果，我再去做几份简历。不是，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满意啊？啊？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？我真的嫌不公平花吗？小初马上就去幼儿园了，我一个人在家能干什么？嗯，不是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呀？你给人打工能挣几个钱啊？你不如在家享享清福，做做家务，最重要的是要把身体养好，别到时候又跟怀小初似的，3天2头出问题。到手？什么时候？万一咱们俩又有了，怎么办？条件不允许，怎么万一？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，这钱啊，我挣得出来。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？方贤文，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再要一个呢？小初不好吗？你们家不也2个孩子吗？热热闹闹的不行吗？不，为什么我每次提到这个事儿，你都那么抵触呢？不是，哎，就算你为了小初想，王一梅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？我自私？我这3年所有的时间都在小初身上，你说我自私？名字是咱们2个的，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？男主外女主内，这不应该的吗？养你，养孩子，我什么时候抱怨过？我努力工作，加班见客户，我赚的每一分钱，都用在这个家里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没有，没有事情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钱啊？哦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。那价值靠什么体现？不还是钱吗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以前结过婚，他是我中学同学。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他父母就离婚了。他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，谁都不想要他。他跟我很像，都拼了命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。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念书。加油！加油！刘星，刘星，考上了，刘星！小唐，考上了，刘星！考上了！你看哪里？考上了！好了，都是北京，我也是北京。太好了，我们真的考上了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我们2个能一起去北京了，能一起去北京上大学了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所以，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后来，我们一起到了北京，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城市留下来。不，北京家。对。北京，北京，北京，我来了！我来了！毕业以后，他进了事业单位，
已婚员工可以分房子，还可以解决配偶的户口。你是想告诉我，你们俩结婚不是为了感情，只是利益？他为了房子，你为了户口。对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同病相怜，根本不是爱情。我俩太像了，我们都觉得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，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活下去。后来他被外派出国，我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。无论如何，你瞒了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。走吧，先送你回家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，妈？不是说领了证带小苏来家吃饭吗？怎么还不过来啊？今天结婚证没领成。为什么啊？我们公司临时出了点急事儿，我处理了一天，忘告诉你们。什么重要事情啊？比结婚还重要？哎呀，挺重要的事儿。周末我得把户口本送回去。搁你那儿呗，选个日子不还得结吗？也行，我先挂了。没领成，为什么呀？说是因为工作的事儿。哦，那就改天呗。飞机上，我头靠着云彩，想念一个人，世界会慢下来，俯瞰着你在那边窗台，是否还会不见外，再怕我认出来。哦，爱这后知后觉的存在，我们都一片航在未
怎会不遗憾呢？我们啊，本应该爱很久。哎，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对啊，啊，喝酒喝多了。啊，我喝了点儿，我估计是我跟出租车司机说错地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昨天也没登记成，到底是公司的事情，还是你跟小苏？行了，儿子喝酒喝多了，胃里肯定不舒服，赶紧给他做点吃的吧。啊，你别推我呀！他喝成这样，我总得知道他为什么吧。好了，别问了。我们和远航谈了那么久，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卖给天狼星？他们的出价比远航高了500万。哥，卖给天狼星会削弱咱们的掌控权的。天狼星之所以提出并购，是为了挤远航的市场份额。这份收购邀约你到底仔细看了没有？看了。看了你还同意？哥，到时候咱们的员工至少会被裁掉1/3。调整业务范围，在并购行为里再正常不过了。再正常不过。黄协文，咱们从个小作坊到现在这么大一个规模，都是公司的老员工陪咱们一起扛过来的。你现在倒好，为了多卖点钱，说开人就开人。这个事儿啊，不用再讨论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老方，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这么独断专行，合适吗？我的股份占51%，我觉得挺合适。哥，这么重要的决定，咱们再好好想想吧。当初是谁啊？是谁说公司是员工第2个家？有你这么对待家人的吗？赔偿金1分钱都不会少给的。行，以后这公司就你一个人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但凡黄一梅手上还有咱们公司的股份，他绝对不会像你干出这么市侩的事儿。喂，新婚快乐。嗯。喂。我可能要回趟北京。就待2、3天，中午的飞机，我待会儿把小初给你送过去啊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大家都要工作的，我怎么带他？他自己在旁边看书画画就行。哎，黄一梅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说走就走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妈的责任心啊？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啊？是你爸出事儿了，还是你妈出事儿？我哥和苏苏，我回来再跟你细讲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，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？
你要骂我，等我回来再骂，好不好？我就问你，能不能带他2天？公司不是幼儿园，没人帮我看孩子。王一梅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的家在上海，你有丈夫有女儿，你是一个妈妈，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，就是要回北京啊？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？我现在这么忙。从那时候起就没再喝过了。那个时候，结婚是我的最佳选择。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，还能实现利益最大化，走到那一步也正常。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一些事你都愿意跟我哥说，什么这件事瞒着他？最开始我没有想过要跟振华结婚，所以谈个恋爱没有必要连婚事都报吧。说到底，其实是我的问题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居然因为自己有资格结婚。哎，你不用安慰我，真的，不用。这事儿本来就是我做错了，我应该承担的。你帮我跟你哥说一下吧，就这样吧，分了吧。你去哪儿了？我给你留字条了。我同意了吗？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。
你不管他，我只能带走。黄一梅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这是离家出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过，这边的事办完2、3天就回去。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，见什么人，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。喂。喂，方总。喂，给我订一张机票，明天最早一班到北京。明天？不行吧？有什么不行啊？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。方总，您明天下午约了天狼星的人谈并购。他真这么说的？说算了。那不然呢？给你道歉，求你原谅。以他那个性，做不出来的呀。要分手也应该是我说呀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他倒先下手为强了，倒像是我输了我。哦，你提分手你就赢了？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，还是过得不开心，你说是算输了还是赢了？爸妈恩爱了一辈子，结婚该是什么样，答案早就帮我们写好，照着抄还不会了。每套卷子不一样啊。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满分去的，到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。我还没进考场呢。那你想不考吗？如果苏苏没有隐瞒你，一开始就告诉你她结过婚，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嗯。愿意。这就是我高考那年的志愿。除了清华哪都不去。哥，你知道爱尔兰以前禁止离婚，但是可以选择结婚期限从1年到100年随便选，到期了自动解除婚约。那大家是不是都选1年啊？先试试看。时间越短，费用越高。为什么？可能因为挣钱容易，但是遇到一个想让你结婚100年的人，特别难吧？请慢用。生了孩子果然不一样，有了熟女的风韵。有，夸我了？那当然了，肯定是夸你啊。
我现在可不能骂你了，我又不是你老板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听苏苏说你也是今年才回北京。我一直陪着老顾在香港，然后跟他家里人一起送他去了瑞士。他一定走得很安详。后来，我一直一个人旅行，我去了非洲和南美洲，在那儿，我很喜欢参加陌生人的葬礼，去看看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用奇奇怪怪的方法纪念死去的人。有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在想，老顾的葬礼是什么样子。他走的那天，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，我也没有参加他的葬礼。因为我觉得，只要我没有看到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，他就没有死。他只是在医院里，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而已。你多久没做指甲了？嗨，让人传话太没诚意了吧？所以你是来当面粉的？你们女人不都讲究仪式感吗？咱们也走个仪式行不行？什么仪式？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。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，跑了42.195公里。我也有个口信儿，你陪我跑个马拉松，我就告诉你。大哥，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，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？这你不用管，你就说赔不赔吧。哎，你确定吗？全马，42公里。确定。将近6公里，还有不到37公里。
哎，这个甲油好羡慕。好谢。你这还没涂完呢，就想着谢了。我刚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，我觉得挺有希望的。不知道他们对于化妆啊、着装有没有什么要求？等到拿到 offer 再说嘛。别人还没限制你呢，别先把自己给限制。好。江总，你以后打算做什么？开画廊。那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观众哦。你就只想做观众吗？28。怎么样？给我看看，多漂亮！嘿嘿，你看，只要是肯精雕细琢，做指甲也可以是艺术。是哦，梳妆打扮也是创作。人活着就是创作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。大部分人活的都像流水线的商品，只有少部分人能活成艺术品。怎么鉴别？首先，这把雕刻刀得握在自己手里。黄振华，黄振华，啊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。跑也跑完了，也给你送到家了。可以说您的口信了吗？索索，咱们俩去普吉岛度蜜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或者你说一个地方。带着我溜溜跑了一天，不是为了分手的仪式感吗？分手都便宜你，哎，我是为了惩罚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惩罚我？你结过婚，这事发生在咱俩认识之前，是你的过去，不是过错。本来能一次性解决，但你瞒着我，是你做的不对。我心里不平衡，所以我惩罚你陪我跑了马拉松。跑完了，我心里这道坎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大哥，
你是惩罚我还是自残啊？伤敌800，自损12000，后面1个礼拜都躺床上下不来床。那算什么呀？大不了你再租个轮椅，明天推着我。说真的，我根本没想过我能跑下来走下来这42公里，还没到一半呢，我灵魂都快出窍了。无数次我想放弃，想就地躺平，可是每次一转身。每次一转身，我看见你在我旁边，我就觉得我能再多坚持一会儿，多跑一会儿。再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转身再看你一眼，我又能多坚持一会儿。我也说不清楚，到底是为了你，还是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坚持到最后。我就觉得。人这一辈子挺长的，如果要是能有你做个伴儿，咱俩是不是也能像今天爬马拉松似的，看尽一路风景，吃遍沿途美食，能坚持到最后？你觉得呢？你说话。那就试试呗。那就是同意了呗。我靠会儿啊，我靠会儿。哎。谁说的？不能总是锻炼身体。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伤敌多少来着？伤敌800，自损12000。哎，这不是郑华吗？啊！哎，回家，赶紧把户口本再给他们拿出来。哦，你没看见呀？啊，走。妈，妈，佳佳，哎，太叔，哎呦，这孩子，
这孩子怎么长分量了？你怎么虚成这样了？哎呀，我这脚酥酥了，体力有点透支。刚才还没说什么呢你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们去跑步去了啊！喜欢舅舅的手表啊？来来来，舅舅给摘下来，你看看啊。喂，儿子啊，哎妈，啊爸，我回来是。要不要这个？哎呀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还不确定。你是真的不满意现在的生活，是吗？就因为我想再有个孩子，是吗？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，还是想一直把我拴在家里啊？啊？如果你能答应，你在家带孩子，我出去上班，咱们就生2胎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，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？不一样，那公司要养那么多人呢。在爸妈家，回去再跟你说。喂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嘉祥中学的刘老师吗？哦，我是黄一梅的先生。他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，她怀孕了。对，情况不太好，最近也在住院呢，所以他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。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我们都解决了。你们谁都别劝我，这婚我是结定了。别自作多情，没人劝你。小苏这孩子不容易，挺让人心疼的。不过儿子，你想好了吗？妈，人谁都不是十全十美，我也一身毛病呢。我跟他结婚，不冲着100分去，现实一点，努力，80以上总能拿到吧？什么100啊80的？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。哦，哎呀，好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你侬我侬，过不了几年打得不可开交。爸妈，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？我们啊，120。怎么还有120啊？这是啊？他们俩呀，一人加10分。哎呦，还真有你的，还有加分题呢。对呀。去椅子上坐会儿，快去。来，自己看啊。谢谢你，还特意为我回来。我是为了我哥，我怕他一辈子打光棍。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？不等我们领完证儿一块吃个饭？
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，我得回去准备准备。老方最近忙公司并购，没日没夜的，也是得早点回去。你说一份注定不合格的试卷，要不要提早交卷？我知道他很努力，照顾这个家，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但是我就是觉得，越来越喘不上气儿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吧。从北京首都前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，请您拿好行李，前往3号登机口。有需那我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来，你走了啊。待会儿再看，来，来，拿行李。要不要跟舅妈说拜拜？舅妈再见。拜拜，我抱抱你。哎呀，我会想你的，你会想舅妈吗？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拉钩，就这样。去吧。常联系啊。哦。新婚快乐。嗯。小初，爸爸好想你。小初啊，北京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都去哪儿玩了？小公园还有大公园。谁带你去的呀？姥姥姥爷。哦，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去啊？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。哎，小初，你看，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那小初乖乖的去把手洗洗，好不好？好。去吧。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，干嘛套孩子话？我这是关心你们俩，怎么能叫套话呢？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，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，不对吗？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？胖秀，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？做指甲了。为什么？喜欢。爸爸，我洗好手了，我要吃蛋糕。
来，小初坐，爸爸给你吃蛋糕，来。是不是你喜欢吃的？那你要坐稳了，小初。还要骑大马吗？那小初要坐稳了啊。他怎么想了？有人给你打电话了。爸打针。打针。啊，你给他拿。小初啊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来。小初啊，今晚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？想。他自己能睡。小初啊，爸爸给你讲故事，要不要？好耶！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。那太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。好。妈妈，咱们跟爸爸一起睡好吗？进被子里。被子里。小红帽。爸爸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。从前啊，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，她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。于是呢，大家就叫她小红帽。有一天呢，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，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路，走得太远。小红帽在森林里遇见了大鹿。还生气呢？你不能每天晚上都找我吧？我不想上二胎。进。你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。坐。也没什么可吵的。天狼星并购的事儿已经决定了。啊，我打算走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公司你说了算，所以只能是我走。你的股份签完合同之后，
我按天狼星给出的估值，全部收回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拟一个协议。不用，我相信你。方，你买断我的股份可以，但别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也买断了，行吗？我也买不起。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吧？走了。李浩，我就是很想知道，有钱不好吗？我就是很不理解，你为什么总想着去冒险，就不能踏踏实实享受有钱的乐趣吗？可能是想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吧。没错，有钱在别人眼里确实很牛，可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一些比挣钱更牛的事儿。后会有期了，老方。进。天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上午登记，下午就来上班，结个婚都这么见缝插针。来，新婚快乐！谢谢。来坐。你怎么样啊？我看这儿跟以前差不多啊，没怎么变。我念旧吗？嗯，我这可没酒啊。看出来了，酒柜都撤了。黄一梅回上海了啊？昨天走的。这么着急？那天我见着他，我还跟他说了我要开画廊的想法，还想好好找他聊聊呢。哎，都是你手下带出来的兵，你怎么就问他不问我呀？苏总，这么大的办公室还不够你做的？哼，你呀，不适合创业。那我不管，我就是嫉妒了。怎么他就适合，我又不适合？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掌舵人，绝对不会偏离航向。一船人交到你手上最稳妥。可是我这次要做的事情，没有既定的航线，有可能发现新大陆，也有可能触礁沉船，所以呀，只有黄一梅适合跟我冒这个险。玫瑰呢？我昨天去送她的时候，觉得她现在生活应该不是很舒心，很压抑。是。那天我们俩一起做指甲，我也感觉到了，所以她现在更需要这个冒险。只是她现在有了孩子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。孙老师，您这份文件是做得非常不错的。那我们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。请进。您好，我是上次来面试的。黄一梅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来来来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哎，坐。好。怎么样？你身体好了？哦，还好还好。您还记得我？当然了，你做的那一套艺术心理疏导方案，学校管理层讨论过，这可行性真的很高。那太好了。这个很突然的来打扰您啊，有一些唐突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就过了2个礼拜了，我还没有收到面试的结果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是有哪方面的欠缺呢？你面试已经通过了呀。啊？没人通知我。给你发邮件了，要你提供背景调查联系人，你不是回复说不能来入职吗？
啊，我回复他。对呀，人事部说你先生还特意打电话确认，我们觉得挺可惜的。不过还是没有办法 ，offer 已经发给另外一位女孩子了。怀孕了就不要做指甲了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先生说我怀孕了。喂，喂，你今天别加班了，早点回家吧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在家等你。好。